好過10天，我們公司做內容的團隊你應該很熟悉，但是這裡是不是面孔也很陌生，場地也很陌生？這是我們公司的電商部門。你想想看，我們做內容已經有10年的時間，但是電商其實我們做了8年，但是我们幾乎沒有做過任何的後台和你介紹他們。現在他們快速成長，已經快要超過我們內容團隊的人數了。這個視頻我們想帶你來看看我們電商到底做了什麼，這些年踩了哪些坑，學到了什麼知識，都可以分享給你。希望你喜歡。我們來看看我們公司神秘部門吧，電商。那很多人會好奇，影視颶風這樣一家做內容的公司為什麼要做電商？其實本質很簡單，因為現在自媒體大多數收入的來源都是來自於各家品牌的推廣還有合作。但是仔細一想，這往往是商業鏈路中最末端的一個環節，會受品牌預算、市場波動，還有觀眾喜好等各種各樣的因素影響，是很難有一個穩定的收入的。這其實很麻煩。那既然賣別人的產品不靠譜，如果我們自己的產品能夠做好，有沒有可能自己形成一套可以全部我們自營的一個商業模式呢？所以在2017年8年之前，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第一次嘗試。然後我們的決定是賣什麼呢？是賣水蜜桃。而現在我說的咬牙切齒，我真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想出來的，至今是可以給自己2個巴掌的水平。那這簡直是當時能選的最爛的一個品類。生鮮類的產品幾乎是電商裡面最難做的東西，保質期短又很容易壞。當時我真的沒有什麼商業頭腦，還在上大學，所以我們就踩了最大的坑。雖然水蜜桃本身朋友供給我們的品質很好，但是寄過去沒有保護，沒有冷鏈，全部都爛了，瘋狂的賠錢。所以最後不僅沒有賺，還倒賠了1萬多。這對當時我們團隊來說真的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而我們打心底裡是真的想做一些好的產品的，所以後來我們嘗試過做一些合作的硬件。再比如說後來我們有了一定收入，能夠自研硬件了，就有了我們的 Pants 這個硬件品牌。那看上去好像確實慢慢走上了正軌，對吧？但是我們算了一下，發現我們過去2019到2022年4年裡面，硬件開發投入了上百萬，結果最後扣掉一堆成本之後，淨利基本上就是0。就真的是0，因為大多數消費者他不需要這些看起來很專業的硬件。一直到2023年初，我們的電商才真正有了一些起色。距離我們開始已經過了5年的時間，我們把重心放在了另外一個品類之上，服裝，並且還創立了自己的服裝品牌 Stone Cool 俱樂部。那相信很多屏幕前的你，應該就是因為這個品牌才知道我們的電商業務。那也有長期住在海外的朋友問我們能不能賣到他們那裡去。那這裡我們想先講一下，最近我們確實在嘗試通過 To B 的平台阿里國際站來出海，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等會也可以聊一聊。那說到底，電商行業它非常的捲，不是說你有一個自媒體或者你有個頻道就能賣得好的，也不是產品好就能賣得好。本質上我們仍然會面對着3個電商人普遍會遇到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隨時有可能暴斃。這是懸在我們頭上的3把劍：獲客難、庫存壓力大，還有退貨率高。什麼是獲客？那說白了就是我的顧客從哪裡來。獲客真的是電商的第一步，畢竟現在酒香是怕巷子深的，別人不知道我的產品，那做得再好是沒有人買的。所以我們嘗試過很多方法來增加我們的獲客。比如大多數電商都會採用的辦法，平台推廣。我們本來想的這東西不太靠譜，對吧？把錢充給平台，讓他去幫你推流。但是這東西我們真的開始做電商以後，發現這居然真的是最有效、轉化率最高的一種獲客方式。你有沒有想過，當你點開購物軟件，搜索一個關鍵詞，平台到底在按照什麼順序給你排序？那除了算法會根據你的喜好來推薦之外，還有個特別重要的因素，就是哪個商家出了錢來讓平台做對應的廣告推流。你給平台交錢，你的產品就有可能在它搜索頁更加醒目的位置。那除此之外，這個商品也有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其他軟件的廣告裡面。我相信你肯定有的在別的 app 裡面刷着刷着，結果跳到另外一個購物平台，這其實就是站外推廣的功能。各個平台都有對應的資源，但平台推廣對於很多人來說仍然也沒有太大的感知。可能你最直觀的一點變化就是這2年我們的直播帶貨的頻率在肉眼可見的增加，也就是我們獲客的第2種方式。之前我們在創業故事裡面提過，直播帶貨讓我們度過了公司最艱難的時候。那現在有了自己的品牌之後，我们不再带任何外部的品，只带我们自己電商的東西，所以業務有了很大的增量，也有能力去做更多的嘗試。所以非常感謝每一位願意支持我們的夥伴。那當然，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歡看直播嘛。
們很清楚這一點。即便我想強調，就是直播对於小型的電商個體來說，真的還是有一定幫助的，不是說最好，但是肯定是有幫助的。那另外一種方式，也是我們現在嘗試新的方式，會更激進一點，就是短視頻推廣。在短視頻平台，你現在可能會刷到一些我們做的視頻，這是最難的一種方法，但是你呈現的好和不好，轉化的差距真的就是巨大的。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公司成立了一個單獨的部門，專門來研究短視頻的這些對應的傳播。比我們的廣告都會設計一些特殊的英雄鏡頭，來增加整個畫面的豐富度。我們發現前幾秒和做正常的視頻一樣，留存增加了，你的轉化率就有可能發生變化。所以我們得和你說聲抱歉，雖然確實現在廣告會變多一點，但是我們在盡可能把它做得有趣一些。那上面我們講了這麼多獲客的方式，基本上可以總結下來，就是電商能夠獲得基礎客流流入的這些手段。但是這仍然不一定會讓觀眾對產品心動。如果我們預判失誤，以為能賣火的東西沒有火，那產品賣不出去怎麼辦？那如果你是消費者的話，那你可能不太會接觸到這個方面。但如果你是電商從業者，那你一定會遇到這第二把劍。很多電商人都會折戟在這裡，就是庫存壓力大。每個產品都有個對應的生產週期，尤其是我們自研產品的話，至少要提前大半年就開始籌備後面的新品。像很多電商模特會在夏天拍羽絨服，冬天拍短袖，也是這個原因。那我們不可能100%預判到半年之後這個東西會賣多少，但是賣產品吧，你一個預判失誤都有可能面臨嚴重的庫存積壓，這是真正的毒打。那比如最近這個案例啊，這個東西是個很好的案例。這個是我帶 Vision Pro 的一個頭錘，我們產品部講真我不知道當時我怎麼過的這個產品啊，我覺得 Vision Pro 不錯，這個玩意兒吧，有點梗，好像還能玩一玩。然後當時產品部一下訂單下了5000個，結果賣下來就是當然不可能好了。Vision Pro 撲街了，我們的頭錘也撲街了。當時10幾萬的貨壓在倉庫賣不出去，每天在不斷增加資金成本和庫存成本。這個我想強調一下，庫存成本是做電商一定要在意的。以前我沒有感知，但是後面貨多了以後，你會發現它會嚴重佔用你的所有的空間，你的整個倉庫的流轉效率會因為積壓的貨大降低。所以最後我們把這些頭錘全部降價甩賣了，非常心痛，也虧了錢。那像我們壓的貨和錢少還好，那如果多了，真的會把公司給拖垮的。所以如果你做電商，我建議一定要經常去倉庫看一看，這樣你會對你的貨品和庫存有感知。一旦出現這種，就得盡快把庫存給清掉，不管是促銷清倉還是推流，起碼要讓現金給流動起来。那比如我們看到很多大企業，像豐田、蘋果，會採用一種庫存管理的方式，叫做 just in time， 就是剛剛好到達的一個生產模式。從需求端出發，有多少需求就生產多少商品，供應鏈生產完之後到倉庫再直接發走，幾乎沒有停留的時間。你不能早，你不能晚，你不能多，你不能少，一切都必須是正好到，盡量降低庫存的流轉壓力。這是我們覺得比較理想的一個方式。當然，畢竟服裝有必須的生產週期在，不一定適合我們，但也許會適合你。做產品本質是一個一環套一環的事情，你錯一個，你就所有東西都錯了。我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如果說不管理好流轉週期，不僅倉庫風險高，另外一個結果就是供應鏈成本會快速上升，你成本降不下來，你的性價比不會高，所以別人就不會買，的流轉週期更長，這是一個無限的惡性循環。那舉個好的案例，就是這是我們以前做的一個149元的 MagSafe 手機支架，我們很用心的來做它，可以折疊，用的是航空级鋁合金的材料，整體質感特別的好，磁吸能力也很強。但是它的競爭對手是誰呢？我們必須得仔細想一想，是拼夕9塊9包邮的手機支架，甚至4塊9，它們功能真的有區別嗎？也許稍微好一點，但是沒有本質的差異。而我們的成本遠超這個價格，這怎麼打？所以雖然這個產品花了很多心思，用戶喜歡的人反響特別好，但是它就是賣不好。絕对的價格優勢面前，不存在真正的差異化功能。所以這是一個叫好，但是不叫做的產品。那如果說前面這些問題，你說你都解決了，有好的產品，有不錯的獲客，有優秀的銷量，把庫存也控制到良好的狀態，那是不是可以覺得電商能做起來了呢？這2年我們躺下來的坑，就有個感想，就是不能高興太早。別忘了，電商頭上還有第3把特別恐怖的劍，退貨率高。退貨率高是我們做服裝之後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之前我們做硬件的時候，退貨率是相对可控的，可能幾個點或者甚至更少。但做了服裝之後，你會發現服裝的退貨率真的要高很多很多。有的同行有店鋪可能會有30-40%的退貨率，這已經算比較正常的，高的甚至會有80到90%，
超級恐怖。那如果一個品牌有很高的退貨率，會有大量的流轉成本和損耗被浪費在其中，要有客服來接待，有專門倉庫來存放退貨的產品，還有人工來處理，符合2次銷售條件的重新翻新檢查，不符合條件就送去銷毀，這些都是成本。那即便我們現在退貨率還行，但是每天還是有這麼多的衣服會回到這裡，而且有很多講真就是故意剪破或者弄壞，就是主觀來把我們衣服弄壞的這種客訴，現在也變多了，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難過的事情，只能報廢他們。那說實話，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少，除了把產品做好，只有盡可能提升我們的品控。如果你做產品的話，我們目前的感知就是必須得派人駐廠，也就是去工厂看一看，不然有時候很容易被供应商坑了都不知道。即便你的本意不是這樣，但最終承擔後果的就是我們自己，那也沒什麼好說的。不合格產品損傷的就是我們和消費者之間的信任。我們之前有過一款產品，從來沒有過在我們店鋪裡面上架過，但我想跟你講一下，我們投入了2年的時間，是一個全新的品類，當時已經在生產大貨了，但是我們派人去廠裡飞行檢查的时候，就是完全不打招呼，突然出现在廠裡去抽檢，發現遠遠沒有達到我們的標準。之後和供應商掰扯很久之後，哪怕我們的錢全都賠了，只能把所有的貨全部都銷毀掉。所以你会看见，就是我們一直很重視品控，但是服裝行業確實很難實現完美的100%良品，所以我們在不斷增加一個叫做後道的一個程序，就是經過反覆的檢查，我們在不斷優化。但是如果你仍然收到了不良品，請立刻聯繫我們的售後。如果遇到大促的節點，客戶的回復可能會慢一點，但是我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我們也一直在完善售後服務，包括我們的客服都是公司自己的人，不找外包。產品團隊都在一個辦公室，這樣顧客有什麼問題，客服喊一聲，立刻產品經理就會收到對應的問題來嘗試解決或者優化。但是你要我們打心底裡說，我們真的也遇到過極少數沒有辦法妥協的顧客，比如說有人用 AI P 圖來索賠，我們真的遇到好幾例了。就雖然這個 AI 技術很好，但是真的不希望有人把它用在這種地方，這對商家的傷害太大了，就是你這就純騙，請退款，很不好。那以上這些是我們遇到的風險和困難，你假如要做電商，一定要做一個參考，這真的是我們試錯試出來的。那麼未來會往哪裡走？前面提到過海外的朋友也想買我們的產品，於是我們也開始研究出海這個事情。那早在2021年我們就嘗試過出海，當時在深圳成立了子公司，想依靠深圳成熟的外貿產業賣到海外。但這個事我們試過以後發現，真的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客戶從哪來，我們的客源也消失了，他們不認識影視颶風，我們獲客更難，甚至連基礎的發貨手續和流程都要重新摸索。之前我們試過通過海外成熟平台來出海，但是他們需要你先把貨給押過去，一押就是幾百萬的貨，而且接款周期非常長，如果賣得不好，還會把貨給你退回來。這對於小企業來說，真的很有可能拖垮現金流，所以開了1年左右，當時我們就很遺憾的把我們深圳的公司給關了。但是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放棄出海這個想法，之前經驗不足，那現在我們有了一些國內電商心得，我們是不是在2025年和2026年可以再試一下？我們發現這2年 AI 已經深刻了改變了整個外貿行業。我們在行業裡面 AI 落地很成熟的阿里國際站上面試了一下，發現在 AI 幫助之下，我們現在國內電商運營經驗幾乎可以絲滑的複用到海外市場。那最直觀的就是 AI 智能發品這個功能，只要把我們國內電商的產品鏈接複製到阿里國際站，系統就能自動抓取信息，然後 AI 生成像這樣的符合海外市場的英文界面，甚至店鋪裝修也不用重新設計，這裡有個 AI 店鋪裝修功能，只需要簡單的輸入對店鋪設計的需求， AI 就會結合你的圖片還有店鋪信息來生成一個海外買家偏好的店鋪風格。那語言不通怎麼辦？你看我們後台有來自墨西哥、美國、澳大利亞、世界各地的詢盤，什麼語言都有，但是 AI 自動接待就可以實時翻譯、絲滑溝通，而且非工作時間 AI 客服也可以接單和成交。總之 AI 對於跨境電商的意義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效率提升，過去只有大型企業才有的資源進行全球化運營，現在 AI 也極大的拉平了這場競爭的起跑線，中小企業也可以借助 AI 工具高效觸達全球市場，擁有了過去難以想象的一些全球競爭力。反正這些都是能幫助我們一鍵出海的工具。如果你對外貿感興趣，或者是本身就是外貿行業從業者，想了解一下別人的經驗，不妨關注一下12月22號的數字外貿真牛獎。你敢信有人把 AI 設計的醜拖鞋$100賣到海外，結果獲得了3000萬的營業額？而更多這樣的商家將登台辯論，討論外貿人最關注的議題，你一定能從中獲取不少切實可行的經驗。所以這就是本期節目全部內容。我們希望盡可能開放式的和你講講我們電商的一些經驗，以後我們也可以來做一些分享。如果你喜歡的話，也請給我們點讚、分享、轉發，這麼非常大的幫助。那麼我們下次再見。